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仿佛自带磁场，走到哪儿都能吸引别人的目光，而有些人仿佛隐身，无论怎么做都很难让人对他产生兴趣？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困惑？我明明长得不错，人也不差，怎么就没人喜欢我？为什么他一句话都没说，我就突然沦陷了？那种让人不由自主靠近你的力量到底是什么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能让人不由自主地爱上你，其实只有2个原因。而一旦你理解了这2个原因，你就拥有了建立深度关系的核心能力。今天我就带你走进爱情的本质，揭开那层隐藏在荷尔蒙和悸动背后的心理秘密。第一个秘密，人们爱上你是因为你让他们感觉很好。我们从小被灌输要吸引别人，要有好看的脸蛋儿、聪明的头脑、高薪的工作，但在心理学的底层机制里，人们真正爱上的永远是你让我感觉怎么样。想象一个画面，你在一个 party 上和2个人聊天，一个人面带微笑，仔细听你说话，不时地点点头，还记得你上次提到的爱好。另一个人看起来也不错，但始终心不在焉，眼神飘忽，说话敷衍。请问你更愿意亲近哪个人？没错，是那个让你觉得自己重要的人，因为情绪连接比语言强大100倍。我们不一定记得别人说了什么，但我们永远记得别人让我们感觉怎么样，这就是真正的吸引力。而如果你希望别人爱上你，你该问的不是我表现得够好吗，而是我有没有让他们感觉更轻松、更自在、更被理解。3种让人感觉很好的关键特质。第一，自信。自信是一种能量，它不一定非得是耀眼的，而是一种从容笃定的气场。当你对自己有信心，不急于讨好，也不怕自己不完美，别人在你身边就会有安全感。自信的人不是没有缺点，而是知道我不完美，但我值得被爱。第二，善良。在这个信息爆炸、冷漠横行的时代，真正的善良反而变得极具吸引力。一句赞美，一个倾听，一个小小的关心，都可能成为一个人一天中最温暖的记忆。人们不会被完美打动，但是会被温暖融化。当年我跟我老公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，有一次我问他，你喜欢我什么？他想了想说，是善良吧。我当时差点以身相许啊，因为当时他如果说是漂亮，那他不是敷衍就是撒谎，这点自知我还是有的。第三，情绪智慧。什么叫情绪智慧？不是你能背出所有情绪的定义，而是你有能力看到别人心里的小情绪，你能够觉察出他今天情绪有点小低落，能在别人需要时给出一句安慰，能让人放心袒露脆弱，这就是一种像家一样的存在感。第二个秘密，人们爱上你是因为你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价值。很多人认为爱情只跟情绪有关，但心理学告诉我们，持久的爱情实际上是建立在价值感的基础上。你有没有在跟一个人相处后，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了？也许他让你变得更有勇气，更积极向上，也许他拓宽了你的眼界，拉你走出了低谷，那就是他带来的价值。5种让人爱上你的价值维度。第一，思维价值，激发思考，拓宽眼界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每次你跟他聊天，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他不一定博学，但总能带来新的观点，引起你对世界、对自己的思考。和这样的人在一起，像在进行一场心理的冒险。所以别总想着展示知识，
更重要的是，你有没有和别人分享成长。第二，情绪价值，给予情绪的支持和陪伴。你能不能在别人伤心的时候，静静地坐着听他说话？你能否在别人动摇的时候，给予鼓励和力量？情绪价值的核心，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你在。一个人愿意在你面前展露情绪，这已经是最大的信任，而你给出的回应，就是你对这段关系的承诺。第三，财务或物质价值，它能带来稳定和安全感。我们不回避这个现实，在一段成熟的关系中，稳定感是爱情的容器。这不等于你要很有钱，而是你是否对生活有掌控力，你有没有我在向前走的力量，你能不能让对方感觉到跟你在一起我是安全的。安全感不只是情绪上的，也包含对未来的共同期待。第四，精神价值，它可以指引方向，带来意义。一个真正打动人心的人，往往有一种能够看见更远处的能力。他可能不是哲学家，但在你迷茫时，却能说出一段让你瞬间明朗的话。他可能不是宗教领袖，却能在你低谷时把你从情绪的泥潭里拖起来。这就是精神价值。你不只是活着，而是开始明白为什么活着。第五，冒险与喜悦的价值，它可以带来快乐和新鲜感。不要低估那些能让你笑的人，一个能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笑出声的人，一个在你计划外拉你去尝试新东西的人。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好玩，而是一种能让你重新爱上生活的能力。爱情不只是柴米油盐，它也需要火花，也需要冒险，需要我愿意为你跑一次人生马拉松。爱从来都不是运气，而是能力。很多人苦苦追寻爱，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，我有没有成为一个更懂得爱的人。如果你想拥有深刻的关系，那你要学会让人感觉好。如果你想拥有长久的陪伴，那你得学会带来价值感。爱情不是追来的，而是吸引来的。你要成为那种只要出现在他的生命中，就能让生活变得更好的人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只是想别人会不会喜欢我，而要问自己，我能带来什么？我是否愿意让别人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感觉我被看见了，被懂得了，被珍惜了。当你成为这样的人，爱不只是会找你，它还会为你留下来。谢谢你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并且留言告诉我你最想学习哪一种让人爱上你的能力。我们下次见。